放量上涨究竟是还能上涨，还是放量上涨会高位站岗？股价上涨出现连续性的放量，为什么放量上涨反而会见顶，放量上涨反而股价不能上涨？你知道放量上涨后市场中潜藏的含义吗？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阿哲讲技术频道。今天是量学小课堂的第5讲，梯量、上扬、放量的应用技巧。如何用连续性的上涨放量来寻找市场中的机会和风险，是我们今天的主讲内容。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阿哲讲技术频道收听量学小课堂的内容，记得点赞并订阅本频道，以后可以常常来收听观看。我们来到主要的部分，放量上涨背后所潜藏的含义是什么？不管你在哪一本股票书籍或者说教学视频，没有人会告诉你放量上涨是不好的。我们经常会讲放量上涨还能上涨，还会上涨。什么叫放量上涨？所有人给到的解释都大多体现的是放量代表资金的介入，而后价格自然随着资金的介入而继续上涨。但是在实战当中，你又经常会发现市场当中放量上涨有些时候会见顶，反而后续是下跌。如果单纯只会放量上涨还会上涨这一句口诀，那一旦你买在了这种放量上涨，市场当中将会给到你一个非常深刻的教训。为了防止大家吃到这种被套的教训，我们今天要讲清楚怎么去分别放量上涨是还会上涨，还是放量上涨不能上涨。想要分清楚放量上涨的2重深层含义，我们需要去回忆一下有关成交量的首条规律。我们曾经讲过，成交量它的规律是卖在买先，买卖平衡规律。也就是说，放量和缩量市场当中只要有成交，有了成交量，必然代表了一种现象，就是卖和买的同时成交，同时达成。那放量意味着连续性抛盘的出现，有人主动性的卖出才会有成交量可以放量。那么很多人告诉你放量上涨是主力资金的介入，放量上涨是资金的持续性连续性的买入动作，但是他忽略了卖在买先原则，其实资金持续性的流进，同时也体现了资金有同时的流出，不然的话不会构成成交。那么我们就需要去理解了，放量上涨究竟是还能上涨，还是放量上涨会高位站岗？这两者的区别就在于连续性的上涨的同时是主力在买进，还是散户在买进。如果连续的买入是主力大资金的建仓行为，那么放量上涨自然还能上涨。那如果是高位散户的追涨导致连续性的成交量的放量，而主力是在抛售的一方，那么放量上涨自然会高位站岗。那么我们怎么去区分这两者之间的区别？怎么去发现呢？不能说我们事后才去讲，原来左边是主力在买，右边是散户在买，这肯定是不行的。那么我们需要去区分两者的区别，其实特别简单，只需要在连续性上涨的时候，我们这里呢先抛开你买入和没买入的情况，我们默认你已经在低位用某种方法去介入了。如果你想学买点，可以把量学小课堂前几期的内容翻出来听一听，前面4期的知识点当中有3讲只讲买点，你可以去好好听一听。好，现在我们默认你已经买进了，那股价上涨如果出现连续性的放量，你回忆起阿哲所说的，有可能还会上涨，有可能会高位站岗，那怎么去区分呢？我们只需要把成交量放量的最后一天，也就是说它连续性放量只要是3天或3天以上，找到最后一天放量，而后把它的最低价格作为防守位。大家注意了，找到连续性放量必须是3天或3天以上，放量行为的最后一根放量阳线，它的最低价格作为防守位。我不管你是主力买还是散户买，我只知道最后一天的放量它的低点是关键的
分界。市场当中如果要想保持上涨，那么这一个防守位就要守住。如果出现了跌破，必须立马止损。不管这是主力洗盘、砸盘，还是散户被套、高位站岗，我们都立马止损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以它的最低价作为关键的操盘线，跌破卖出，不跌破守住，我们甚至去加仓。这是两种深层含义，我们最为直接简单的应对方案。好，现在我们来实战一下。你所看到这张图呢，是美股纳斯达克近期的走势图啊，这是我在本周周一的时候截的，所以呢，可能后续行情大家看到本视频的时候呢，少了1-2根 K 线啊。我们看一下近期今年的市场是否有出现连续性的放量行为。其实你会发现在上涨途中是经常出现这种行为的，比如说这里是不是价格在涨，量能在放，连续性3天，你会发现是不是价格在涨，量能在放，价格在涨，量能在放，所以放量上涨还会上涨，它是有一定的市场支撑的。因为大部分时候你所看到的放量上涨，它后续就是还能够上涨。那么我们要应付的是什么呢？你要小心，像这个顶部的放量上涨，不也是放量吗？为什么前面的放量上涨就还能涨，到了这个放量上涨它就不能涨？我们要应对的是这种小概率事件。好，我们现在呢，把这一个放量上涨的最后一根阳线做一个标记，比如说这一天，这个箭头所标记的就是连续3天放量，而后最后一天的阳线。那这一天它的最低价格，我们作为防守，你会发现后续价格在洗盘2天阴线洗盘的时候，是不是并没有跌破，而反而是下影线守住了？如果守住下影线之后，价格反向运行，你是可以去顺势交易的。好，后续价格是不是又出现了连续性的放量？我们看一下这一天连续性的价格放量，而后形成了高点。大家注意了，连续性的放量上涨后形成短期高点是很正常的，因为市场在上涨的时候，不管是主力在抛还是散户在抛，对于行情都肯定会有一定的影响，所以放量上涨会形成高点是很正常的。但是问题是，这个高点后续是调整还是结束就很关键。我们把最后一天的最低价作为防守，假设你曾经在低位买进啊，假设你曾经在低位已经买进了，那么到这个高点时你守得住，我就拿着。好，到这个高点时你守不住，跌破了，好，这一根阴线的这一天收盘，我就把它卖出。卖出之后，你发现第二天走反向，就说明昨天这一天呢是一个较为深度的洗盘，然后次回收，我们作为比较好的一个买点，或者说继续呢以此作为防守，这是一个假突破。好，市场当中后续是不是连续的3根阳线又是放量？好，这一天我们把它作为关键的防守或操盘线，我们将它的最低价格继续画一个横线。那我们会发现的是，市场当中是不是开始在这里出现盘整，连续性的跌破2天，反弹1天，又跌破2天。那么这个时候啊，就会有朋友疑惑，我应该在哪一天卖？其实呢，对于一个关键性的价格，如果价格在这里连续性跌破2天，你已经是要去卖出了。前面跌破1天，你可以卖掉，但是回手时你要买回来。这里是连续性跌破2天，回手再跌破2天，你不管是前期跌破2天卖，还是后期跌破2天卖，都是可以的。但是你千万不要跌破之后，后面回手再去买进啊！我们会发现，后续这里连续的反弹阳线，是不是又是一个放量阳线？这里有没有放量啊？有一些微微的3天的连阳放量，而价格最低价如果跌破，我们会发现是不是也是代表风险的出现？这也是一种另类的小高量啊，小高量。好，我们再往后看，比如说市场近期有没有再次出现连续3天的放量？这一轮的价格上涨啊，从这个低点开始价格上涨，有没有连续3天放量？我们会发现是不是其实很少见连续的3天放量，到了这一天才出现。
这一天是哪里呢？很巧的是，它又是一个阶段性的高点，连续3天的放量，连续3天的阳线，最后一天又成为了本次阶段的一个高点。好，它的最低价很明显是不是已经在此处不断的被跌破？只是它这里看起来没有特别有效的跌破，跌破一天回手，跌破一天回手啊，这里跌破了2天，再次反弹，又次跌破，所以市场当中目前呢，就是以这一根我们的梯量阳线作为一个震荡的区间啊，震荡区间。但是很明显的是，市场当中已经连续性的出现跌破。我们说可一可二不可三，市场当中跌破1次、2次、3次、4次，目前来看的是下方已经不断的被试探出底线。我们需要小心的是后续明确的跌破，所以大家要注意了。本次的市场当中，我们通过梯量上扬可以发现的是，这一个操盘线已经不断的发出了离场信号，这里不断的震荡，但是不断的跌破，已经明确发出了离场信号。在这一天之后，市场陷入了震荡，已经告诉你，我们的市场慢慢的走向了空方啊，本市场不断的走向空方，只是缺最后的一个确认而已。所以呢，在这种市场之中啊，大家要特别的小心啊，特别的小心。除非某一天市场当中有效把这个高量的高点，我们上扬上放量的最高量的这根阳线的高点有效突破，并且回踩有效上涨，我们才能够缓解本次的空方给出的一个信号。好，这是呢我们通过近期纳斯达克行情讲解的梯量上扬的用法，希望量学小课堂的第5讲梯量上扬，我们能够给到大家一些帮助和提醒。之后呢，我们还会有很多成交量的法诀和用法。大家如果呢是还没有关注、没有订阅阿哲的，可以在点赞本视频之后点一个小铃铛订阅，以后呢可以多来学习、多来听。那么阿哲讲技术本视频即将结束，感谢大家的收听，下次阿哲再与大家分享更多精彩干货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